大家好，这部影片呢是指点系统动力学的第一集，折合、质量与克普勒第三定律。首先，我们先来考虑一个系统，是一个双体的系统，也就是呢，我们的第一个指点为 m1，第二个指点为 m2。那 m1 跟 m2 它们直心位置会在它们两个连线当中。假设直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以直心为参考点。那我们指点 N1 的位置为 R1，N2 它的位置就在 R2。如果我们以 M2 为参考点，相对于 M2 来讲，N1 的位置为大 R。那么用直心的观念来看，我们从直心的位置看过去，指点它们的关系会有一个数学式为 N1 R 会等于 N2 R2。那我们的大 R 它可以用 R1 跟 R2 来表示，也就是 R1 去减掉 R2。那我们把这一式给带进去，会等于 R1 把我们的 R2 取代掉，变成 M1 除以 M2 再乘上 R1，最后会等于 R1 乘上括号1加 M1 除以 M2。那我们令这一式为第一式。接着我们相对于直心 M1 的受力况为如何？也就是 F1 会等于 M1 R1 的和解微分会等于它所受到的力量 Fr 乘上 Fr 的单位量，其中 R 是它向量的绝对值，它的长度。单位向量呢，就可以用 R 向量它的长度。接着我们将第一式带到我们的第二式，就会得到 N1 除以加 N1 2去乘上大 R 的和解微分会等于 N1 N2 除以 N1 加上 N2 乘上大 R 的和解微分，就是我们的指点一受到力量。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式子全部用大 R 来表示，那它会等于 μ 乘上大 R 的和解微分，其中 μ 就是我们的折合质量 N1 2除以 1加上 2。首先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所受到的作用力 Fr 就是我们的万有引力 N1 跟 N2 之间受到的万有引力影响。那以大 R 的形式来描述，就是 μ 乘上 R 的二阶微分会等于负的 G N1 2除以 R 平方乘上 R 的单位向量，就会等于把我们折合质量的公式带进去，可以得到这个式子。接着我们做个移项，写下 N1 实际上它所受到的力为负的 G 括号 1 加上 N2 乘上 N1 除以大 R 的平方。那用之前的平方反比定律的符号来写，就是分子的部分为一个常数 k。那我们的 k 是 G M1 加 M2 上 M1，就不再是以前的 M1 乘上 M2。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克普勒第三定律。以前我们所学的克普勒第三定律是在讨论行星环绕恒星它的周期与恒星质量有关。接着会发现它与行星半径为三次方的关系。基本上这个式子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面。第一个，我们的恒星它是静止的；第二个，行星的轨道是正圆的。但是实际上呢，恒星它会绕着我们的直星为圆心去运动。那轨道理论上通常都是椭圆的轨迹。那我们要如何用折合质量的观念将克普勒第三定律推广？首先，我们要从克普勒第二定律开始。克普勒第二定律呢，是在说行星环绕恒星所围出来的面积，它绕出的面积的速率，也就是面积随时间的变化，它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呢，跟行星的轨道角动量有关，令我们的行星质量为 m1，那它会等于1/2小 l，中小 l 就是我们在上个系列提到的动量。接着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轨道 A 它的总面积。那轨道的总面积我们去
对时间做个积分，第一个周期会等于L 乘上我们的周期，因为我们的面积速率是个常数，可以轻松写出来。接着我们的周期就会等于2a 除以 L。接着我们知道椭圆的面积会等于派乘上椭圆半长轴，再乘上椭圆的半短轴，所以周期可以写成2派 ab 除以 L。接着再利用半短轴与半长轴之间的关系 ，b 会等于 a 根号1减偏心率方，那我们的周期就可以进一步写成2派 a 平方根号减偏心率的平方去除以 L。接着我们利用上一个系列提到的阿尔法，它跟 a 之间的关系为 a 括号1减偏心率的平方，所以根号1减掉偏心率方会等于根号的阿尔法除以 a， 我们就可以将偏心率这个因素用阿尔法来表示。接着去看一下我们周期平方会是什么形式，就是4派方上 a 次方乘上阿尔法 a 去除以 L 方会等于4派方阿尔法除以 L 平方再乘上半长轴的次方。那么因为我们的阿尔法会等于质量上小 l 平方去除以作用力分子的常数 k， 就是我们的作用力可以写成负 G 括号 n1 加 n2 上 n1 除以大 R 平方，就是我们折合质量的观念，会等于刚刚提到的负 k 除以 R 平方。那其中我们的 k 呢是 G1 加 n2 上 n1， 那我们的阿尔法可以写成 1 方除以大 G1 加 n2 上 n1， 那我们 n1 就可以去约掉，会等于 L 平方除以大 G1 加 n2。接着我们把阿尔法带进来，会等于4派方 L 平方大 G 括号 1 加上 n2 乘上 L 平方，L 平方这个因数也消掉了，最后就会等于派平方除以大 G1 加 m2 上半长轴3次方，所以这才是我们的克普勒第三定律的广义式。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半径它是用椭圆的半长轴来表示，原本恒星的质量是用系统的总质量表示。那在下一集我们会来讨论一下受限的三体问题。谢谢各位。